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是，微软将向瑞典投资337亿瑞典克朗，用于扩展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，并培训25万人掌握人工智能技能。让我们关注，沙特阿美计划在美国和伦敦路演，为其120亿美元股票发售造势，希望海外投资者参与。下一条 ，AMD 推出了最新人工智能处理器，计划在未来2年内推出更多 AI 芯片，以挑战业界巨头英伟达。AMD 将于2024年第4季度推出 MI325X 加速器，并计划于2025年推出 MI350 系列，2026年推出 MI400 系列。让我们关注，克劳迪亚·辛鲍姆当选墨西哥第1位女领导人，她延续了现任总统安德烈斯·曼努埃尔·洛佩斯·奥夫拉多受欢迎的路线，但同时继承了猖獗的暴力犯罪和巨额财政赤字。下面这条，美国消费者支出主要引擎同时疲软，表明家庭需求近期回落可能不仅仅是个例。过去1年，实际可支配收入仅小幅增长，储蓄率降至16个月低点，因家庭基本用尽了疫情期间累积的额外现金储蓄。继而，许多美国人越来越依赖信用卡和其他融资来源来支持支出。让我们关注，墨西哥比索下跌，初步选举结果显示执政党大获全胜，可能赋予其更多掌控经济权力，并削弱对其权力的制衡。接下来，摩根大通策略师认为美国股市将令人失望，而摩根士丹利策略师则持相反观点。市场的不确定性升高。此前标普500指数在过去7个月中有6个月上涨，尽管利率处于数十年高位。下面这条，葛兰素史克因 Zentek 致癌案面临庭审，股价暴跌 10%， 抵消了今年涨幅。尽管葛兰素史克否认并计划上诉，但法院裁决仍可能使该公司面临7万多起诉讼，和解成本高达30亿美元。下一条，福特汽车将百年旧车站改造为创新区，用于开发自动驾驶和电动汽车，吸引科技人才，振兴底特律。下一条，随着科技巨头争夺人工智能领导地位，碳去除技术变得愈发重要。碳去除项目曾被视为减排工作中的干扰项，如今被视为实现气候变化目标的必要步骤。科技公司面临净零排放目标，为兑现公众承诺，他们必须投资碳去除技术。让我们关注，纳斯达克期货周一上涨，美国股市在降息希望复苏和民营股热潮卷土重来之际，有望迎来6月的乐观开局。最后为您播报的是，英伟达和 AMD 展示了新一代芯片，这些芯片推动了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蓬勃发展，加剧了2家公司之间的竞争。这场竞争可能决定人工智能设计和采用的方向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